嗨，大家好，我是强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山寨币是不是要来了？小伙伴们要看好新资讯咯，来了我们就小撸它一把，为自己的小金库添加一点零花钱还是可以的啊。对于许多投资者或者爱好数字货币的小伙伴们来说，牛市是不是已经结束了？这两天大家都有看到啊，比特币的价格这都往下降了，已经低于6万 U 了啊！今天的价格应该在59000多 U。那这个是不是山寨币的季节是不是即将来到？或者这一轮的比特币的波动是否就已经跳过山寨币的浪潮了？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我觉得无论你是刚刚踏入这个领域的新手，还是已经在加密货币世界摸滚带爬的待了一段时间，我想对这个问题都是非常感兴趣，充满好奇，对不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以太币的一个交易情况啊，还是以比特币为主啊，成交量 26.8%， 以太坊的是成交量 26.87%。 所以目前呢，虽然比特币价格往下降，但是仍然是投资者的心头好，为主流资产的爱好者，而以太坊的买入只有它一半不到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什么？飞度基金的流出已经开始逐渐减缓了，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信号。然而机构投资者的买入速度呢，仍然相对缓慢，这与我们之前的市场情况是相吻合的。尽管当前市场可能给人一种冷清的感觉，其实我们仔细观察代币的走势，其实它并没有远离之前的价格的高点太多，大约也只有20%几左右的一个差距。而且尽管近期比价有一些波动，但总体还是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水平，基本上都在6万上下左右，但总体上还是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这种稳定性使得比特币开始筑底的现象。尽管大众的热钱并没有大量涌入的加密货币领域，那么山寨币的季节是否来临呢？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山寨币为何会出现，这通常是在市场行情涨幅度的时候，大量的资金会涌向某个板块的进行炒作，这就像是一个平静的湖面上，一旦有风吹过，就会掀起层层的涟漪。在加密货币市场中，这种风往往是由新的热点、技术突破或者市场趋势带动的。回顾过去，GameFi 游戏化金融还是 DeFi 去中心化，他们都是曾经作为突破性的主题引起过一轮又一轮的山寨币热潮。这些主题不仅能够激发投资者的热情，而且还能吸引大量的资金涌入同一个板块，从而推动相关的代币一路高歌上升。但是目前市场现在就缺这样一个引领风骚的主题。尽管市场上不乏新的项目或者技术创新，但它们不足以形成足够的活力来推动整个市场的山寨币热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山寨币就永远不会到来，相反的，它可能正在酝酿之中，等待着某个合适的时机爆发。从数据层面来看，链上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例如，有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半年中，有 45% 的比特币都没有发生过异动，通常意味着比特币价格接近高点的时候，比如在这2天是吧，比特币在下降6万 U， 有可能在未来20几天进行反弹到某一个高度，比如达到6万7、6万8，那持有比特币的投资者是不是有可能选择出售或者是转移资产？然而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它在下跌，对不对？这可能是因为投资者仍然对市场保持谨慎的一个态度，或者他们也正在等待一个更好机会来临的时候采取行动。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交易所或者项目中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近期许多交易所的项目都陷入沉浸期，仿佛都在憋什么大招。这种情况在加密货币世界中并不罕见哦，因为很多时候市场的爆发都是在长时间的沉寂中到来的。当然，除了数据层面的线索外，我们还需要关注宏观面的变化，例如降息的政策可能会为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从而推动风险资产的价格上涨。此外，传统机构对加密货币数字的态度也
正逐渐在转变，他们也在开始意识到加密货币数字的潜力和价值，并纷纷都布局相关业务。这种趋势可能会为加密货币数字市场带来更多的资金支持或者市场认可。所以综上所述，虽然目前的市场看起来有些冷清跟不确定，但我们还是要相信山寨币的季节仍然有到来的可能。这就需要新的一些市场叙事或者技术突破的推动，也可能需要一些宏观的层面的助力。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保持警惕和耐心，时刻的关注市场的动态或变化，因为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市场中，机会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地方。最后小伙们都可以讨论一下在这轮的市场周期中，你最看好哪个赛道的山寨币？是 NFT、GameFi 还是 DeFi， 还是其他什么领域？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观点。同时本期视频如果对小伙伴有帮助的话，请别忘了给强哥来一个订阅、点赞加分享谢谢大家。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下个视频再见，拜拜。